金泰贤被捕后，面对众多镜头，他要求警察松开他的手。然后跪下，低头说。 이렇게 뻔뻔하게 눈 뜨고 있는 것도 숨을 쉬고 있는 것도 정말 죄책감이 많이 듭니다. 진짜 저로 인해서 피해 입은 모든 분들께 정말 사죄의 말씀을 드리고 싶습니다. 정말 죄송합니다. 朋友们，你们不觉得荒唐吗？道歉的态度如此自信，也是见了鬼了。估计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囚犯要求警察松开他的手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大象达克斯，欢迎来到万象奇谈。24岁的多英怎么都不会想到，拒绝一个自己不喜欢男人的求爱，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，会给自己一家三口招来灭门之灾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潜伏在人群里的那些变态们。 2021年3月，韩国发生了一件震惊，没有之一，就是最惨烈。大象也是咬着后槽牙写完本期的文案台本。或许你会认为，这又是恋爱男女一起打王者的网友，线下聚过一次，真的只有那么一次，单独相处的机会都没有几次，连恋爱个毛线都没有碰触过。令我震惊的是，查找资料的时候，大象发现相关的案例全球范围内并不在少数。更过分的是，目前世界范围内大多数的国家对此类案件在法律上存有诸多盲点。如果不是命案的发生，多数情况下，对此类狗皮膏药式的骚扰行为，当事人似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可以保护到自己。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和案件发生地韩国。大象不禁要问一句：在高度文明的当代社会，我们的法律怎么了？我们的社会又怎么了？如果要探寻这个问题，我们有必要把时间调到2021年的3月的韩国，回顾一下这宗灭门惨案的来龙去脉。案件发生的前2天，多英的小姐妹和多英约好了今天要出去聚一下。 已经过了相约的时间，不仅没有看到多英，连多英的手机也关机了，怎么也联系不到多英。小姐妹感觉事情不太对，于是和朋友们来到多英家里找多英。敲门后无人响应，就连多英的妈妈和小妹也联系不上了。小姐妹没敢再耽误时间，选择了报警。警察通过手机定位发现母女3人的定位位置就在多英位于首尔鲁园区的公寓内。警察意识到事情不太对，采取了强制破门。当房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 杀害多英母女3人的凶手和多英母女3人的尸体就在房间内。犯罪嫌疑人杀害母女3人后，并没有逃走。事后交代，他已经和多英母女3人的尸体在房间里度过了3天的时间，期间若无其事的做饭，吃光了冰箱里的所有食物。他还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又对多英产生了好感。但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多英就带了自己的小姐妹和一个男生。当时的多英还和那个男生有说有笑，金泰贤当时的脸色就很不好看了。多英为缓和气氛，还多次好言相劝。第一次见面就这么不欢而散，多英当时就觉得这个男人有问题，删除了这个男人的联系方式，打算不再往来。但让多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突然有一天，多英的妈妈给多英打电话，说家里有个男生在找她，打你的电话也打不通了。金泰贤接过多英妈妈的电话，和多英在电话里说：“多英，你怎么把我拉黑了呀？我会在家里等你的哦。”多英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赶忙把金泰贤从黑名单里拉了回来。在楼下见面的时候，金泰贤随即表达了对多英的爱意。多英当时怕他误会，很明确地告诉了他自己对他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和想法，并表示以后不希望被打扰。但多英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金泰贤已经盯上了他。其实和多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金泰贤就尾随多英找到了多英的家庭地址。惨剧发生在3月25日，在多次遭到多英拒绝之后，金泰贤开始有计划地预谋他的报复计划。通过小区的闭路电视，警方发现案发当日，金泰贤先是在公寓园区内转了一圈，就径直从楼梯来到了多英的家门口。据金泰贤交代，当时他背的白色的背包里就装着行凶的几把刀具和一套换洗的衣服，这也是首尔警方判定他预谋性伤害的重要依据。案发当天，多英22岁的妹妹一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，和妈妈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，电话里面妹妹说有快递员在敲门。40分钟后，多英收到了妈妈的短信，当然这是金泰贤发来的信息。金泰贤把自己伪装成快递员，闯入了多英家里。随后的晚间10点30分左右，一直联系不上妹妹的母亲匆忙下班回家，被隐藏在家里的金泰贤杀害了。1个小时后，值夜班的多英回家，亲眼看到被害的母亲和妹妹，还没来得及伤心，就被金泰贤杀害了。此时金泰贤相当冷静，也删除了多英手机里所有关于他与多英联
联系的信息，甚至拉黑了所有多英与他相熟悉的人的信息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多英的阿姨说多英的手机是指纹解锁的，金泰贤是用已经过世的多英的尸体指纹打开了多英的手机，然后抹除了相关的内容。至此，从1月23日线下多英与金泰贤首次见面到3月25日案发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24岁的郑多英就莫名其妙的被金泰贤杀害了。警方询问其杀害多英的原因，金泰贤给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原因。他说，多英对他的无知和忽视怀有怨恨。多英小姐妹崔正雅对此非常不理解，别说郑雅不理解，是个人都不太理解。据郑雅回忆，1月23日，他们一行4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金泰贤看起来心情非常不好，还表现出明显的怒火。原因就是多英把郑雅和另外一个男孩带过来了。当时多英几次试图缓解金泰贤的怒火，金泰贤都没有理会。多英随即删除了金泰贤的联系方式。看到这里，朋友们，你们也能感觉到金泰贤这个人似乎精神方面有些问题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金泰贤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据韩国 SBS 的一档节目《你想知道吗》记者采访金泰贤的高中同学透露，在他高中的时候就变得喜怒无常，常常出于愤怒而动手伤人。金泰贤高中的时候在网吧打工，经常会因为一些外人觉得无所谓的小事而怒火中烧，有一次还生气的用手撞墙。网吧的老板通过监控发现，金泰贤曾多次打开保险箱盗取钱财，随即被开除。另外，金泰贤在服兵役期间也经常偷盗军用物资。相关专家表示，金泰贤的偷盗行为实质上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偷东西给予他一种快感和成就感，但实质上却恰恰证明了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深深的自卑感。时年19岁的李恩浩对记者讲述了他一段不愿回首的往事。他说，直到现在听到金泰贤的消息，还是会感到颤抖的恐惧。当时的他还是一名大3的学生，和金泰贤住得很近，相处得也不错。金泰贤当时在网吧打工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金泰贤经常会给恩浩买一些礼物，有一次他就会杀了恩浩的父母和家人。同时，金泰贤给恩浩发来了父母和家人的名字以及电话号码等信息。不仅如此，金泰贤在服兵役期间与前辈发生矛盾，他把前辈的鞋子扔到了垃圾桶里。事后前辈质问他的时候，他哭着抱怨说不是他。前辈没有办法，只能向他道歉。但金泰贤转头就回宿舍告诉战友，他就是要给前辈一点教训而洋洋自得。金泰贤在女厕所偷窥被抓，罚款200万韩元。他居然向周围的人炫耀自己的罪行，还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。金泰贤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虫子，觉得自己一文不值，但是他又通过种种的罪行来表现自己，因为他害怕别人看不起他。正常人表示无法理解啊。金泰贤被捕后，面对众多镜头，他要求警察松开他的手。然后跪下低头说， 이렇게 뻔뻔하게 눈 뜨고 있는 것도 숨을 쉬고 있는 것도 정말 죄책감이 많이 듭니다. 진짜 저로 인해서 피해 입은 모든 분들께 정말 사죄의 말씀을 드리고 싶습니다. 정말 죄송합니다. 朋友们，你们不觉得荒唐吗？道歉的态度如此自信，也是见了鬼了。估计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囚犯要求警察松开他的手吧。2021年3月24日，韩国通过了缠绕罪处罚法的替代方案，对于即使没有身体暴力行为，受害者仍会感到恐惧和焦虑的缠绕犯罪，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监禁，并因使用武器的，则可以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。然而，缠绕罪是一种非故意、非惩罚性的犯罪，只能由受害人提起申诉，可能导致施暴者威胁受害人，而受害人得不到保护的情况发生。此外，要承认缠绕罪还要满足太多的条件，但在中国这一情况处境非常尴尬，相关的案例不在少数。目前来看，即使报警，在犯罪嫌疑人没有达到实质性伤害的情况下，警方也没有权利采取进一步的措施。虽然我们有反家庭暴力法，其中也有相关的规定，但这些法律仅限于家庭成员以及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，而像本案中出现的单方追求骚扰的行为是没有在这其中的。节目最后借用网友的一段话做个总结：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害怕一个人有错吗？吃花生酱过敏，花生没有错，对花生酱过敏的人也没有错。然而太偏激，用喜欢的名义来绑架、来伤害，到了最后成为众矢之的。也许金泰贤到现在可能也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，可惜他做的那么多，
只感动了他自己。说到底，是他太爱自己了，不甘心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却没有回报罢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本期的节目，请记得订阅万象奇谈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是大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